天都塌了。原来400-500万的别墅，现在70-80万总价带走啊！关键是还在北京地铁沿线，3站地铁就到北京3环10号线了啊！朝阳业主今年真太惨了。昨天见了一个咨询购房的客户，他在朝阳有2套二手房，今年一套跌了20%左右，另一套都快腰斩了。其实不止他这2套房，今年所有朝阳的二手房，无论是老旧小、刚需改善还是豪宅，价格跌的那叫一个惨啊，可以用哀嚎遍野来形容。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邓梅。我们来看一个重磅消息，北京房价真的是跌惨了。官方最新的数据显示，8月份北京房价跌幅全国第一，不只是新房，二手房更是连续19个月下跌。没错，您没听错，首都都守不住了。豪宅一夜蒸发100万，普通人月薪3000块还2700元的房贷几乎快被压垮。而更为扎心的是，政府在8月份刚推的救市新政，非但没有救起来，反而被打脸，价量齐跌。背后呢，更大的危机是连中央都没钱了，只能靠借债过日子。这已经不只是房市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陷入了死亡螺旋的信号。今天我们一起从北京这个风暴眼出发，来看一看整个经济的真相。咱们先来看几个活生生的例子，感受一下北京的房价的含义，它到底有多么的刺骨。中国大陆的房产交易平台贝壳找房有一个公开信息，北京朝阳区北3环这个地段不错吧？有个叫做安贞里的小区，挂牌均价是每平米68000元人民币。听起来还行，但是您猜一下，实际的成交价是多少呢？一套75平米的3居室只卖了281万，算下来呢，单价才3万7。基本上呢，这就是膝盖斩了。还有更夸张的，昌平区的荣泽家园，一套104平米的3房，今年6月底还能卖到480万到490万，结果到了8月份，成交价只有385万，短短2个月跳水超过100万，跌幅高达21%。那么各位观众朋友，这可不是个别现象，这是普遍的趋势。财经博主 Tom 财经视角就指出，北京的二手房价从2023年3月开始，已经连续下跌了19个月。当然，官方也没闲着，眼看着房价跌不住了，北京在8月5号紧急出台了救市新政，放开了外环外的限购政策。当时很多人还抱着一丝希望，觉得中共政府出手了，市场总该是稳住了吧。结果呢，新政满月后的数据简直就是给了救市政策一记响亮的耳光。在8月份，北京二手住宅的网签量比7月份下降了7.8%，和去年同期相比也下降了7.2%，也就是说价量齐跌。这位博主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这些数据宣告了官方8月份的救市政策已经彻底失效。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
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北京作为首都，是中共政策资源最为集中、市场信心最强的地方。如果连北京都跌成这样，那么中国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是可想而知。事实也的确如此。数据显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里，8月份有57个城市的二手房价在按月下跌，65个在按年下跌。2线城市的年跌幅是5.2%，3线城市更是高达6.0%。这完全印证了之前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的预测，如果没有更强有力的救市政策，中国的二手房房价将会持续加速下跌。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上海交通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朱宁早在2016年就警告过中国房地产的泡沫问题。他指出，在2020到2021年的高峰期，中国1线城市的房价对平均收入比高达40到50倍，远远超过了国际平均的10到20倍。也就是泡沫吹得太大了，自然就会崩盘。而更为关键的是人心变了。数据显示，8月份的新增房屋贷款，不管是单月还是累计，都创下了10年来的新低。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现在全中国从上到下都看空楼市，大家都在想办法卖掉多余的房子，减少债务，而不是加杠杆买房。这股趋势一旦形成，就不是几项不痛不痒的政策能够扭转的。那么说到这里，我想问一问屏幕前的各位，特别是身在中国的朋友，或者是您有亲友在国内的，你们感受到这股房市的含义了吗？你们身边的房价是在涨还是在跌呢？您的房贷、工作、消费有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故事和观察，让我们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图像。如果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面子，那么现在这个面子显然是挂不住了，而更让人担心的是里子也出了问题。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中国8月份的经济数据，叫做夏季疲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的经济引擎从生产到消费全都慢下来了，显现出了疲态。首先是消费不行了，1个月的工资3000元，还要还2700元的房贷，剩下300元就是我和8岁儿子1个月的生活费。我是个70后的宝妈，带着8岁的儿子小南瓜过，每天伙食费就得卡着10块钱来。平时都是下班去超市捡打折菜，晚点去菜价便宜，能省1分是1分。我觉得节省不丢人，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才叫会过日子。失业省钱。在出租房花1.38元吃1天，齐锅倒油，把0.5的咯咯哒幼崽煎炒一下。今天主播不想吃肉，所以决定做鸡蛋番茄面吃。29岁6年攒下100万，消费降级真的丢人吗？这几年和老公一直在坚持着消费降级，结果发现生活不但没有变糟，反而更有奔头。每一次克制消费都是给未来攒底气。如今穿着15块的短袖，比背着奢侈品包更有自信。其实攒钱从不是过苦日子，而是为了拥有选择自由和说不的勇气，跳出消费陷阱，养成存钱的习惯。银行卡里的余额才是最踏实的安全感。我们无法改变现在大环境，但可以捂紧钱袋子，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中共官方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只增长了3.4%，这个数字不仅仅低于7月份，也远远低于专家的预期。那么为什么大家不花钱了呢？因为房市长期低迷，对于未来的经济前景担忧，老百姓都在增加储蓄，控制支出。之前政府搞的以旧换新补贴，刺激了一下家电和电动车的销售，但是这种大件商品你不可能天天换，所以政策的后劲明显不足。
其次，工厂也不赚了。8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只增长了5.2%，同样低于预期。一方面是很多行业，比如太阳能和电动车竞争太激烈，都在打价格战；而另一方面呢，恶劣的天气也影响了工厂的活动。另外，出口也熄火了。8月份的出口年增仅为4.4%，是6个月来最慢的增幅。全球贸易局势紧张，过去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失业率在上升，官方公布的8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从7月份的5.2%上升到了5.3%。不过，这和民间的体感温度是相差很大。当官方发言人傅林辉在发布会上说这是季节性上升，总体就业形势保持稳定时，大陆网友的评论区马上就炸了，满屏都是嘲讽的“好，说得好，知道了”。中国民间一份招聘平台开出的报告指出，2024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55.5%。今年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222万，而经济形势呢未见好转，外界普遍相信实际的大学生的就业率不到50%。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在8月份呢还是在跌，年减0.4%。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更是快3年都处于收缩区间，8月年减2.9%，CPI 和 PPI 双双为负，这就是典型的通货紧缩的信号。这就说明市场需求是极度疲软，企业不敢投资，大家不敢消费，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所以您看，把这些数据串起来就非常的清晰，那就是房地产崩盘，它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中国整体经济失去动能的一个缩影。消费、生产、出口、就业、物价这5大关键指标全线亮起了红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百姓的日子日渐艰难，就连中共中央它也没钱了。9月12号，中共财政部长蓝福安在记者会上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截至2024年年底，中共政府的全口径债务总额是92.6万亿元。这个92.6万亿主要包括3块：国债34.6万亿，地方政府的法定债务47.5万亿，还有一个最麻烦的叫做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官方承认的数字是10.5万亿。那么什么叫做隐性债务呢？说白了，就是地方政府绕开了法律限制，通过各种马甲公司，比方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就是城投公司去借的，但是实际上需要政府来兜底的这样的债务。那么这一部分债务水非常的深，官方公布的10.5万亿，很多国际机构都认为是严重缩水。华尔街日报就引用过估算，认为真实的规模可能是官方数字的6到7倍。而更为可怕的是，2024年中国全国的财政收入是23.4万亿，其中中央本级的收入是10.1万亿。但是中共中央收上来的这些钱并不是自己花，是为了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转，特别是那些贫困地区，中共中央需要把钱再转移支付下去。那么2024年中共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额是多少呢？10.2万亿。大家听明白了吗？中央一年收上来10.1万亿，结果转手给地方就花掉了10.2万亿，自己还得倒贴1000亿。那么国防、教育、外交、一带一路、政府部门运作，这些每年高达4.5万亿到5万亿的庞大的开支，钱从哪里来呢？答案就只有一个字：借。这种中央财政几乎完全依赖借贷的情况，从2021年疫情后已经成为常态。而现在，由于外汇储备、央企利润等这些以前能够动用的小金库也趋于枯竭，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的紧迫，已经形成了一个死结。一个靠着借钱运转的中央政府，您还能指望它拿出什么灵丹妙药来救经济吗？
我们来看一看官方现在搞的这些所谓的解决方案，那么您就会发现，他们都透露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第一个方案呢，叫做化债，听起来很高大上，好像是要把债务融化掉一样。蓝福安在记者会上也吹嘘说，隐性债务已经有效化解，但是实际上这个化解根本不是融化，而是化妆。它的实质就是把短期的高利率的债务转化成长期的低利率的债务。比如说，本来是借了一笔1年后就要还利息为5%的债，现在呢，把它变成了一笔5年后再还利息2%的债，而债权人自知斗不过政府，不管是否乐意，都只能是被动接受。您看一看，这债务的总量是1分没少，只是往后拖延了，利息的压力暂时减轻了一点点。同时呢，把原本由城投公司背着的隐性债务变成了地方政府公开承认的显性债务。这就是一场左手倒右手的数字游戏，是把问题挪了个位置，而不是解决了问题。第二个方案是习近平最近在大力推动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个口号的背后，其实也藏着中央财政的焦虑，因为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实在是压力太大了，所以希望通过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让落后地区自己发展起来，别老伸手跟中央要钱。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美好，但是这注定又是一个烂尾的宏大工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市场的规则应该是市场的参与者自己去摸索、去竞争、去形成的，而不是政府由上到下用行政命令强行去统一。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像是脱贫攻坚一样，下面的人为了完成任务，只追求数据上的摘帽，而不管实际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不管是化债呢，还是搞统一大市场，都暴露出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在真正的经济规律的面前，在巨大的债务的黑洞面前，最高层已经拿不出有效的办法了。他们能做的只有拖延、掩盖和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那么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分析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从北京惊人的房价跌幅出发，看到了整个的中国经济的全面疲软。最后呢，我们揭开了问题的根源，就是一个已经靠借债度日的中央财政。房地产的泡沫破裂只是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它引发了消费萎缩、企业倒闭、失业上升和地方政府的崩溃，而中央政府因为自身已经是债台高筑，无力回天，只能用化妆式的手段来拖延时间。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时评人张天亮先生警告说，路只有3条。第一个就是开动印钞机，用恶性通胀和货币贬值来稀释债务；第二个就是大规模的加税，把压力转嫁到本已不堪重负的民众；第三个呢，就是最终债务违约，引发金融海啸。不管是哪一条，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中国的经济这艘曾经看似不可阻挡的巨轮，如今内有3债的暗礁，外有全球贸易的风浪。观众朋友，您觉得它还能在这惊涛骇浪中撑多久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我是邓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